2024年呢，已经悄悄的来临。我们在新年到来之际呢，向镜头前的朋友致以新年的问候。同时呢，也祝愿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新年快乐，阖家欢聚，万事如意。同时呢，也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这个美好的祝愿呢，希望我们从年头开始能够贯穿于始终。本来呢，我们这个讲座呀，应该是在去年就应该完成了，但是呢，很遗憾，这个里面呢有2个原因这个我在这儿稍作说明。第一呢，北京流行感冒，我呢也不幸这个感冒了，咳嗽非常厉害，这个晚上呢也没办法休息，有几天呢几乎就是没办法，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个把我折腾了将近1个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儿呢搞了一个，就是中海巨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搞了一个福生百态的一个新书发布会和一个专题展览，它是以17世纪中国瓷器青花人物篇为主题。那么所以呢，这2个事情叠加在一起，本来我是有时间可以在去年把这个讲座可以说完的，但是很遗憾，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让我呢没有办法兼顾到这么多所以这个就从去年耽搁到今年。那么这个呢很遗憾，也是很抱歉尤其在镜头面前的朋友呢，表示个歉意这个我们从去年到今年这个老朋友一见面，从心里来讲呢还是非常开心的我们在上一次讲座当中呢，就是把20世纪从20世纪初的帕泽斯基开始对17世纪青花瓷器的研究开始，到50年代的17世纪青花以及青花瓷器的研究达到一个顶峰阶段，以及我们国内60、70年代以后对这一段时间的研究在上一个世纪呢，应该说还是循序渐进，这个还是成果比较显著的。那么到了本世纪呢，应该说我们理一理以后觉得本世纪呢应该是又一个高峰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关于17世纪研究的这段历史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这样的话呢，也有助于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了解这段历史。那么以后呢，我们在对这段研究当中呢，也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再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后人、后生、后学能够知道这一段历史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的研究更加的深入。那么之前呢，我基本上就把这一段呢大概的讲了一下。那么本世纪的话呢，主要是2003年，这个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在这个花园酒店呢，它举行了一个拍卖会。这个展品上呢有2件东西比较引人注意。一件呢是明崇祯青花人物一筒瓶，或者说是象腿瓶。因为这件东西呢来自于美国它作为回流的这么一件作品，
据说呢，这件东西呢是美国第31届总统霍伯特·克拉克胡佛的收藏，啊，那么作为一个总统的收藏，当时也是引起了一些藏家的关注。这是一件，另外还有一件呢，是一件清代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的一个棒槌瓶。那么这个棒槌瓶呢，它的高度是多少呢？71公分，啊，应该说这个尺寸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再加上呢，由于这个棒槌瓶的这个造型啊，挺拔优美，体态呢也硕大，青花发色呢，就是那种我们讲就是一种像这个藏毛青啊这种颜色啊，所以呢这个绘画跟发色呢都俱佳。那么拍卖时呢，这种东西呢就受到了这些买家们的热烈欢迎，啊，热烈欢迎。那么这件事情呢一起来以后，紧接着在此后的这个一段时间当中，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美国纽约的拍卖会上都出现了17世纪这个青花瓷器的这个身影，而且关键问题是价格是一路飙升。这个呢是在2003年以后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件，所以呢，这样的就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买家和藏家的眼球，因为这些东西呢，在这个之前，一般我们的一些藏家啊、买家是不太重视的。首先一条，这个崇祯的青花象腿瓶，康熙的青花山水棒槌瓶，这样的东西啊，在过去，因为它只是民谣当中的一件作品，在社会当中对它的认可度和认知度呢都不太高，所以呢，追捧的人、吸引眼球的人并不多。那么，由于这个事情的出现，哎，马上引起了很多藏家的注意，啊，这是2003年开始发生的故事。到了2005年，上海博物馆与这个英国收藏家迈克尔·巴特勒爵士联合举办了一个17世纪景德镇瓷器特展。那么这个特展呢，不仅在国内学界影响比较大，还由于我们文物部门的积极宣传和市场需求双重作用下，本世纪的一场17世纪青花瓷器的研究与收藏这个高潮就逐渐兴起来了。啊，这个呢，应该说本世纪啊，它的导火索点燃的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那么到了2008年，我们上海的有一名著名的这个学者叫李以彬先生，因为他是在英国留学他呢从古代的版画艺术着手，异画、异词进行考证解读，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这个呢，说老实话，我们过去这个在解读这种东西的时候，往往
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解读这种东西的，更多的呢，只是对表面的一些表象的东西进行阐述，更多的东西呢，与其他门类的、其他不同的艺术作品、艺术风格并没有完全的联系在一起加以解读，所以呢，就出现了100个人眼里边有100个哈姆雷特，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解读的话呢，就很难把它统一起来。这就是说，我们在研究17世纪瓷器的时候，往往是各唱各的调，这个呢是我们讲统一的话难度就比较大。而倪先生通过版画艺术和我们瓷器上面的绘画联系起来进行解读，别有新意。给我们从事古陶瓷研究的学人来讲呢，这个是比翼非前，这个就比较有新的这个创意，而且呢，它拓展了人们对研究陶瓷的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新的思路。而在这一点上面呢，欧洲国家在研究这方面呢，也走在了我们的前头，的确是走在了我们前头。那么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些东西以后也有很大的触动，有很大的触动。到了2017年，北京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梁晓星主编的《雄奇毅力》那个是黄皮书，等会儿我们给大家看那本书呢，也是以17世纪的一批经典的作品这个为蓝本，然后呢出版了这本书那么应该说也是不错的一本很好的书。此后同样是2022年，迈克尔·巴克逊爵士以及巴夫连女士，那么把自己珍藏的17世纪的中国瓷出版了一本《礼乐龙门》这本书。这本书呢，它的这个资料性就非常的强因为巴特勒爵士呢是从50年代就开始收藏这些东西，这个一收藏就收藏了几十年。这个几十年当中呢，当然是坎坎坷坷，但是它的这个资料性、它的来路、它的记录、它的档案特别的细、特别的全，这有助于我们对这个瓷器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资料和参考依据。这本书很重要很重要。那么同样是2022年这个北京中海巨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呢，相继出版了17世纪的中国瓷器青花人物篇的1、2、3集1、2、3集。那么到了2023年的12月15号，就是刚才开头我讲的，专门搞了一个福生百态17世纪中国瓷器青花人物篇出版了这本书这个呢，这本书呢不仅仅是有了一个发布会大家看到我手旁边放的这一本书就是出版的这本书，还搞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呢也是以这个为主，明末清初的青花人物瓷器匾。那么在这个搞出来以后呢，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因为这个展览是这个公司的杨欧总经理另外呢邀请了金立言先生合作。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把这些收藏家手上的每一件东西请到这儿来，然后把它做成书，再展示出来。前后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这个精力呢花的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个里边呢内容啊，的确是值得一看，因为这个里边呢，我们就是汲取了一个很多的前面那些书的经验和教训，那么精心策划，统一组织，积极调配相关专业人员，那么吸取了其他书当中学术上排版上的不足，认真梳理查阅大量文件和资料，尽量做到细致详实。针对每件器物的人物题材，各位执笔者请他们参考这些年的一些绘画呀、版画艺术啊这些图像资料，再做一些文字上的说明。这个工作这个花了很大，所以这个内容里面呢有很多一共分了6个部分，比如说道士封神、西厢惊艳、三国水浒、东坡志林、故事拾遗、诗情画意6个专题，所以基本上囊括了这个我们讲把所有20世纪私人手上收藏的这些艺术品都把它尽量的囊括在这个里边。那么这本书呢，一共大概是160多件160多件，把这个从万历晚期一直到康熙晚期这100多年的这个作品具有代表性的都囊括在里边了。那么所以这本书呢不仅仅是数量上这个顺序上，其中还有几件呢是带有纪年款的这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因为我们学习都懂的。这个带有纪年款的尤其中国的天干地支它落在这个器物本身，这是绝对准确的那么我们学陶瓷鉴定的人，如果掌握了这个东西，那么今后在鉴定当中，它的这种准确率就非常的高非常的高。那么这本书呢，它的隆重的推出呢，实际上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能够让看者能够清晰明了，让阅者呢能够有所得所以这个展览呢，它的最大特色就是致力于17世纪中国瓷器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爱好者们的成为他们的必读的一本书，能够成为他们今后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助手。这个呢，就是中海巨门文化有限公司力争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来把这几本书给大家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2005年这个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巴特勒家族所藏的17世纪景德镇瓷器的这么一本书。这个书呢，应该说是不错的。一个呢，它是博物馆自己，上海博物馆拿出自己的东西来，然后呢，再和它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个专题展览。这个在当时来讲，在我们学界影响比较大，但同时对市场影响也是比较大。那么这个呢是08年李一冰先生写的《看图说瓷》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我们瓷器上这些纹饰，而且很好的把它和版画艺术联系在一起来解读，这就更加有趣味它的知识性、专业性更强。
这个呢就是2017年的啊，熊崎一力，这是梁晓星这个主编的这本书呢。曾经在这个嘉德那个拍卖会上，那个旁边有个厅里边专门把它陈列出来的，啊，专门陈列出来给大家展示看啊。那批东西呢也是很不错的。我们这批书里边也收纳了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收的这一部分呢，主要还是挑最经典的东西加以囊括啊，加以囊括。那么这就是巴特勒爵士啊，这就是他收藏家巴特勒爵士，英国的。那么这本书呢，就是他和他的女儿巴夫莲女士，啊合作出的这本书。这个东西的资料性特别强。希望呢，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要特别关注这本书，啊，因为他这个里边所记录的一些东西啊，比较详细。刚才我在这儿啊，还有朋友在跟我聊，他也买了这本书，他说这本书很好，啊，以前呢他不太关注，但是他翻了这本书以后，觉得它的资料性特别好，啊，特别好。那么这个呢，请大家注意，啊，这本书，这个呢就是大益啊曾经出过3册17世纪中国瓷器，啊，专门出了3本这个书，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书呢，是把这3本汇集起来，另外再补充了一部分，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17世纪中国瓷器青花人物编，啊，这个就是它的2册当中的一本，把它打开，大家可以看上面的图案印得非常好，啊，因为在这方面啊，我们的经验要远远超过我们文博系统，这个可以毫不犹豫地这么讲，啊，这个排版也好，印刷也好，色彩也好，这是远远超过我们文博系统的。所以这本书呢，也是本世纪除了刚才我讲的那几本书里边，也是最好的书之一，值得我们那些想学的、想研究的这些人们必读的一本书，因为它里边的资料性、专业性特别强，啊，这个呢，我希望我们这个朋友啊，将来你们可以自己去查，自己去找，尤其在你们看到这些书以后，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会有心得，啊，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上世纪的这个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梳理一下，那么本世纪直到2024年的今天，啊，这个23年当中出的这些书当中，有几本是值得一读的，也是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17世纪的作品啊，在目前海内外市场上大量涌现，啊，那么这就给我们每一个学的人呢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如何去甄别，如何去优选、筛选，这个需要你看很多的资料，去了解它，你这样才能把它能够筛选出来。但是我在这儿再加一句话，现在我们景德镇坊的水平也不低，啊，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光看票了啊，忽略了真与假的问题。那么我推荐的这些书，就是让大家都要看到这些东西，了解这些东西，来甄别真与假，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啊，我在这儿呢专门强调一下，提醒我们啊，这个每一个朋友注意，这件东西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在2003年崇源春季拍卖会上，啊，有这一件高71公分青花山水人物的一个棒槌瓶。这个里边左侧的这一件是那件拍品，而右侧的这一件呢，是上海博物馆
从陈列以来一直陈列在那儿，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到现场看。这2件东西的风格、装饰技法绘画技法，几乎是如出一辙，非常典型，非常标准。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忘记了这种标准器对我们的这种学习的重要在我们今后的工作当中，它一定会起到一个至关的作用。所以请大家注意，我把它放给大家看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大家注意引起大家注意。这就是展开图刚才有一个朋友在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康熙的这个高白釉姜白釉、粉白釉这么漂亮，为什么和清初的釉色不同，青花发色不同？我说这个问题呢，将来我会在我底下这个讲座的课程当中呢，我会把这个问题回答给大家，告诉大家现在呢，我只是把这个图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希望大家呢能够加强思想当中能够认识，同时呢要加强这个印象，记住这件东西，记住这个画面。我底下会牵扯到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讲。现在呢是暂且不谈暂且不谈。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讲到2024年我们把2024年的相关的研究以及出来一些成果呢，给大家呢汇报一下这个呢我们就暂且到这儿暂且到这儿。那么我们就从17世纪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历史背景来阐述这件事情阐述这件事情。那么17世纪的青花瓷器呢，从时间概念上讲，它主要呢泛指从公元1601年到1700年生产的青花瓷器。那么也就是说，从明代的万历29年至清代康熙39年间的作品，这个其中包括什么呢？一个是包括天启7年崇祯的17年、顺治的18年、康熙的39年。大家要注意这个时间的概念一定要记住。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学界有一个问题，这个海内外学界有很多学者比较的接受什么呢？接受过渡期青花瓷的分界它主要强调的是指万历36年，就是公元1608年，这个官窑停烧，至康熙20年，公元1681年，是吧？主要强调的是这个时候，清工部余衡司郎中张应选驻景德镇御窑厂独陶烧造。大家注意，这个人物大家都很熟的这个康熙19年呢，这个其实呢，这个张应选呢，已经到景德镇开始独陶。那么，所以呢，我们学界呢把它定到20年康熙20年，也就是70多年的时间，74年。那么，把这一段时间呢称为过渡期或者说是转变期那么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讲这个说法呢好像还是不是那么完备不是那么完备。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如果说从张应选康熙19年到这个景德镇读陶，那么景德镇御窑大事记呢，在这个之前是空白的，因为从万历35年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档案的记录。我们在查阅御窑厂在烧造的这个记录当中呢，36年以后就没有了。那么，如果把问题看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的确去了读陶以后呢，填补了官窑这个烧造的一个时间上的空白。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没有什么错，没有什么错。但是我说它不完美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角度是强调不仅仅是有官窑烧造，这个里边还有民间窑的烧造。所以我们站的角度看来和我们现在这个文博系统的这个搞文博研究的海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这个认识上还是有一点的分歧，认为他这个看法呢不够全面，因为这个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在陶雅当中曾经有，叫“康清不入明清之浓美，但亦可独步本朝”。这是清末陈留在自己的这个著作当中专门写到了这个问题，是吧？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就强调了这个康熙时期的青花，尤其是中期的青花它曾经在这个陶瓷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这个影响力很大，直到今天我们都把这种什么藏毛蓝什么这个什么藏毛青之类的这些东西都经常在强调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大家都对它予以肯定对这个青花都加以认识，是吧？所以这个讲法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不够全面的这是我觉得在提到这个过渡期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一开始我就强调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提供我们镜头前的我们朋友们大家呢来共同研究可以畅所欲言来探讨这个问题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是我讲的，这个是对这个年代的这个过渡期这个期限的一个界定的问题一个界定问题。那么在这个底下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它是从万历36年嘛，其实我们要知道万历时期应该是朱明王朝已经进入了垂末之年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初期的话呢，因为这个宰相张居正他改革吏治和新一条鞭法的经济政策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执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以及奴场充盈、国库丰足那么而且呢是号令既发，虽百里外，朝下西行，海内外一片生平气象。这个也是我们过去在研究这个万历前期的时候呢，对他的一个评价。也就是说，万历早期整个国家的管理以及他的一些改革还是得到了执行的。那么这个经济的发展呢，又使得更多的资本和更多的人投入到了商业生产和
商业运作中来，继而出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的一个快速的增长期。这个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中国的个社会发展的这一段历史，因为我们陶瓷的发展一定是和这个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镜头前的诸位朋友啊，千万不要把这个问题给忽略了，仅仅是看到瓷器本身，而忽略了整个经济的大环境，啊，这个里边我等会很多的会参考到这个其他门类的东西，不仅仅我们讲的是瓷器，啊，为什么要这么讲？就是要说明这个经济快速成长期，它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的不同凡响的一些景象，啊，这个呢，当时的景德镇已经成为新型的工商业城镇，而且在商品经济当中呢，它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啊，那么我们讲到那个崇祯时期啊，有一个人物叫宋引星，他在崇祯10年的时候呢，写了一本书叫《天工开物》。这本书呀，挺重要的啊，大家有时间可以翻一翻啊。他在书里面怎么说呢？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邑驰名列举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啊，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饶啊是饶州府，啊叫饶郡，浮梁是浮梁县，而景德镇只是浮梁县里的一个集镇，但是就是这个集镇，它所产生的这个经济和对国家、对世界的影响之大，是我们前人和后人完全没有想到的，啊，因为它生产的瓷器走遍了全世界嘛，所以你想想它的影响有多大，啊，这是我们这个前人没有想到的，也是我们后人呢引以为自豪的地方，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必须要知道的。那么景德镇烧造呢，在万历时期啊，仍然数量空前，产品造型多样化，装饰啊也是愈加的繁缛，色彩愈显华丽，啊，愈显华丽。大家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刚才跟这个啊，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呀，有几个朋友在跟我聊，啊，说这个17世纪啊，这个瓷器，尤其是崇祯这个瓷器上面的很多的图案，为什么和万历不一样，和天启不一样，烧得这么的精美？啊，我说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前提，大家可能没想到，嘉靖、万历时期，啊，尽管这个帝王不理朝政，但是社会是安定的，经济是发展的，社会当中中产阶级、社会的富贵人家、精英阶层还是在不断的产生。由于大环境的需求，所以刚才我讲的造型多样化，色彩越显华丽，这几个字呀，就说明了在嘉靖、万历时期呀，这个艺术品的生产，它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求，所以它愈加是繁缛华丽，所以用百花齐放
来形容。刚才我跟这个朋友在聊啊，有几个朋友聊个什么问题呢？这个跟瓷器没有关系，对吧？比如说漆器，我们都知道剔红，可能镜头前的朋友，我相信应该懂吧？我们看到的剔红，在明代早期，从元、明初，剔红是主流，偶尔的有剔黑的、剔锡的，仅此而已。但是，如果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如果你是个有心人，我们会发现，就漆器而言，到了嘉靖万历时期啊，这个剔红就不仅仅是红了，它里边就变成了剔彩。什么彩啊？有绿彩，有黄彩，这些东西呢，在我们之前是没有的，在我们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在嘉靖万历时期就大量出现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呢？如果市场上没有需求，你说谁会这么折腾来生产这种东西，是吧？那么还有，我们讲明代万历时期，我们苏州的专诸巷，专诸巷里生产的玉器，我相信有很多的名家的，比如说紫钢、紫钢牌、紫钢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的出现呢？也是市场有需求，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达官贵人总是有市场的需求。还有家具，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见到过元、明初明中期的家具，有几位见到？但是我们见到过的明代家具，更多的都是嘉靖万历以后的作品。为什么？所以有等等东西，我们列举了很多包括丝织品雕刻朱三松祝鹤龄，都是从明代万历以后大量出现的，而且对后人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举这种跟我们瓷器不相干的这些例子来说明一条，我们的瓷器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变化，又越来越变得漂亮。比如说青花五彩、五彩、斗彩等等不少的品种单色釉也是这样，说明一个什么？市场有需求，所以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在看这些东西和研究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历史本身把它割裂开，一定要和历史联系在一起来谈这些事情。那么好了，这些问题你就可以理解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品种，会出现这么多的好的东西。那么这个时人，就是明代万历时期有一个叫王世茂的人，他在自己的一个《二友伪谈》一书当中呢，他曾经有这样的描述当时的景德镇的繁荣景象：江西饶州浮梁县科地特盛，离县20里许，为景德镇官窑设焉，天下官窑所具，其名繁复甲一省。就是这个地方的繁荣和富强，它可以甲一个省的这个经济产量，它都不如它这个景德镇。余赏以分手独运至
其地，万处之声因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细呼之曰：“40雷电震。”就说明这个地方啊，它经济繁荣到等于24个小时啊，你都不能休息，他们都在搞生产，啊，烧窑的、干什么的都有，啊，说明当时这个繁荣的景象啊，可以称之为是40雷电震，就把景德镇形容成这样，啊，这个呢的确是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厉害，啊，这是对他的描述。另外一个呢，我们在那个《大明会典》当中啊，它第194卷当中有这么一个记载：万历10年，传行江西烧造各样瓷器96624个，复对之口把。明识货志当中呢，又讲到了万历19年，命造15万9千，继而复增8万，至38年末闭工。你可想而知啊，这个咱们不说别的了啊，就举这个几个史料的记载，就可想而知，明代万历它生产量之大，啊，这个近乎呢炸舌让人，太大了啊，所以呢，这个工匠来八方，弃城走天下，而且浮梁景德镇这个民以陶为业，聚拥之万余人，所以这个景德镇当时这种庞大的生产力量和使用的这种人力啊，是前无古人的，啊，前无古人的，所以这个力量啊是不得了的。而且呢，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啊，然后呢有雄厚的技术条件，再加上呢国内外市场的旺盛需求，景德镇瓷器生产始终呈现着一种繁忙而兴盛的景象。这就是我们讲景德镇啊，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啊，这个景德镇啊，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啊，它生产这个量，是因为有各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大家要特别记住，前面这个繁荣，也为培养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记住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这个明代中叶啊，我们民窑瓷器的生产规模和制瓷的技术呢，它是在不断摸索啊，稳步上升的。而御窑厂的制瓷技术呢，却日渐衰弱。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是个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主要是讲民窑为主啊，还不是官窑。但是呢，我们不能忘记，官窑也在生产。但难就难在什么呢？民窑的技术啊，它不断的提高，而官窑的技术呢，在不断的衰落。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封建的特权和落后的生产国内模式啊，增加了玉器厂的瓷器生产成本，运输徭役繁重。那么这个景德镇以及附近州县乃至江西全省啊，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啊。这个呢作为这个为宫廷烧造御窑的官窑器啊，官窑御窑厂啊，它这个担子呢是很重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呢，为了减少这方面的压力，就提出了一个什么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这个历史阶段出现了一个官搭民烧的制度。
这个我们玩陶瓷的、搞研究的，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制度的确实的存在，因为这个御窑厂为了削减运营成本，对民窑进行盘剥的一种方式，因为它这个运营成本太高了，为了减少它的成本，它只有采取这种办法，啊，那么所以明早期啊或者以前呢，我们讲民窑和官窑它相互之间啊是没有互动的，啊没有互动的。那么所以在那个《陶雅》当中就专门记录过，一切官窑等铸秘色，上方珍品，宝贵甚至，自非进士侍从禁欲侍从，贵戚具底，不能悉受恩泽，赏资平忍。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告诉大家，虽或生逢病逝，功绩甚名，革官临危，莫亏近亲。大家要注意这后边4个字非常重要，不管你是什么人，懂吧？但是呢，你是不可以，也不允许你看到这个亲。什么叫亲啊？我底下给大家讲什么叫亲啊，近亲。这个亲是青颜色的青啊，因为这个御窑厂的产品呢，它是归皇室需求所垄断的，所以社会上对御窑瓷器难得一见啊。所以近亲就是说，御窑厂生产的任何东西你是看不见的。那么御窑厂生产的所有东西啊，它一旦成品通过质检以后，它会在厂里边就打包装箱了，然后再通过各种渠道，通过运输手段直接运到北京。它是不可能把这个瓷器拉到街上去打包装箱，搞得沸沸扬扬，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零。所以我们讲莫窥近亲，就是说官窑器的东西你根本不可能看到，根本不可能看到。所以御窑瓷器的生产也仅限于少数人的才能发挥，民间工匠无法参与和创造，这既排除了民窑从御窑厂获得先进技术的可能，又自我断绝了御窑厂从民窑厂汲取营养的途径。大家要知道这个里边一层关系，我们底下再往下说啊。丧失了御窑厂对整个瓷业生产应有的带动作用，极大的阻滞了制瓷业的发展。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官窑越来越落后，而民窑却蒸蒸日上。原因很简单，老百姓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在不断的创新，而官窑只能按照宫里给的要求和图案来进行制作，而且制作的东西又不和地方进行交流，只有自得其乐然后送到宫里去，仅此而已。这就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那么所以我们又讲到了但是随着官搭民烧官搭民烧制度的实行，这种弊端呢就大大的改进这个很有意思这就改进了这个以前的这种制度。那么无论是官民窑互动方面，在产业分工和行业发展方面，官搭民烧这个制度均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一点专门提出来要和大家讲。而我讲的这些内容呢，恰恰是这本书里边没有讲的。所以我这个专题呢，实际上采用的是拾遗补缺，
把书里没有的东西呢，我把它再讲一下，告诉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这些东西呢在书里没有，他们没有讲到这些东西，我呢把它很坦然的把这个缺呢把它补起来，这个呢只是这个其中之一我底下还有很多东西，这个书里是没有讲到的我会讲到它这个书里边的优和缺那么官民谣的这个技术特点它的充分的融合，大量的官样词器和这个技艺呢，在民谣得以广泛的推广和应用。那么这个呢，正好像这个中国陶瓷史当中有这么一个描述的：精器供子京师者，遂从不谢世照，特以龙凤为变，然青色狼藉，有丝不能察，流于民间，其质无复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因为官大民烧，当然这个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同样呢也是烧到了以后呢供奉于朝廷，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烧的呢并不是那么的特别好，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有丝不能察，流于民间，其质无复分，有的时候分的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老百姓呢得到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制作工艺它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使自己的技术再提高，它同时呢帮助这个官窑烧瓷器也给自己的技术有了一个很好的提高的途径。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官搭民烧呢，既帮了官窑，也帮了民窑所以呢它有优有缺对民窑来讲，它的优点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再不像过去那种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了，过去是一刀切的，你我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不对了，互相之间有交流。由于官窑的清线玉器是在民窑中烧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窑烧造技术的提高，同时大量民间优秀制瓷技术在官窑瓷器中得以充分展现，产业分工合作进一步优化，为官民窑交流架起了一座共赢的桥梁这句话呢是我说的因为这个呢在过去不可能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从现在角度来讲呢，它的确对双方都有好处那么双方都能获利这个呢是我的用现代人的这个语言来表达来表达这个意思。那么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在中国陶瓷史当中曾经提到这个年代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它冲破了文饰上的官方规定。曾经呢，因为在正统3年公元1438年12月丙寅，这个呢，因为这是在这个英宗实录当中有记载的，命督察院出榜，进江西瓷器窑厂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即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法处死，全家折戍口外。这个呢是正统在3年的时候他就发现我们老百姓经常去仿官窑器烧造，包括青花瓷器烧完了以后这个纹样都是仿的而且仿的应该说不错，然后呢在各地货卖，就是到处卖还有一些官员呢就拿着这个东西呢去
这个馈送官员，啊，实际上是受贿了，就是受贿。那么到了正统3年，他有这么一个这个禁止的这么一个禁欲，这是正统3年。正统12年是公元1447年12月甲戌，同样这个政令都是12月发布的。那么又发布了叫晋江西饶州府司诏黄，大家注意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督察院绑御其处，有敢忍冒前进者，首犯凌迟处死，及其家资，丁南充军边卫，知而不告者，连坐。这个正统就是《明英宗实录》当中这个记得是很详细的。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在明正统的时候一些民谣做了一些僭越的事情。那么你想想，它有些颜色是不能烧的，比如说黄色。这种黄釉的东西不管它是低温的我们讲低温黄釉，这个呢是代表皇权的。从洪武开始，官窑器就在烧了。你民窑怎么可以敢烧呢？这是不可容忍的。第二，红颜色，我们讲洪武3年。这个宗洪武专门有令，以红为贵。这个朱洪武他知道，他当年参加红巾军打天下，是吧？这个朱明王朝做天下，这个朱本来就代表红，代表火，代表光明。这个红颜色，只有我朱明王朝可以用，你老百姓怎么可以用呢？你不想想，我的这个宫殿的外墙、内墙柱子都全部用红色调，我的瓷器釉里红、红釉都是专门归我宫廷所用，你老百姓怎么可以用呢？这个里边就讲得很清楚有好多颜色是不允许用的，结果老百姓敢烧，这个他不能容忍。所以你如果再敢，我把这个榜谕张贴出来以后，你们谁还再敢冒进，好，我就这个把首犯凌迟处死，把你所有的家产全部没收，把你丁兰充军到边卫如果知而不报者，你明明跟他是邻居，明明知道他在做这个东西，你知道你都不报，行，你也一起连坐这个就有点像什么株连九族一样所以过去呢，这个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在这儿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段记录就跟刚才我讲的，为什么要官大民烧？这个我们研究陶瓷的人一定要知道。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这种官方对民窑严格的专制和落后的封建束缚，受嘉万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及社会风尚变化的冲击，我们官窑青花瓷器生产进一步衰退，以致处于停烧状态。而天启、崇祯时期兵险四起，朝野动荡，大量的优秀工匠和优质的资源流入民间，使民窑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技术和原料上的优势，
使高档优质的民窑青花的生产成为可能。大家注意啊，这个历史，我们叫时势造英雄。那么这一段历史的出现，必然会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工匠。你的没落也意味着别人的兴起，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一句话：上帝给你关了一扇窗户，但同时又给你打开了另一扇窗户。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讲，那么官窑器到了这个万历35年以后的确是衰退的比较厉害。那么民窑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逐步的发展，逐步的挺进，在这个基础当中，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提高。行，我们再继续那么这个里边呢，我就讲到一个官搭民烧的这么一个，刚才我讲的是官搭民烧的制度，现在呢我就讲一下官搭民烧它是怎么官搭民烧，把这个呢作为一个常识，作为一个知识把它作为一个知识点，把它了解一下。所谓的官搭民烧，具体的做法就是官窑出样品，有一定的就是估价，占有民窑中最好的窑位，烧成后按市价给予报酬，即厂契竞搭民窑，照数给值，无意派赔类，自开窑，纠工匹材，按时给值，预市价10均。那么这个从史料上记载看起来很公允第一个，这个厂契给你搭烧，我同样按照这个数量、价值给你一定的报酬，而且呢，预市价10均，这个讲得很清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但是呢，如果你去过景德镇，如果你研究过瓷器烧造这个工艺，你就会发现，其实它这个方法其实是很残酷的一种剥削很残酷的一种剥削。我们底下再往下说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好的一面，但是烧坏时则要按价赔偿。这个大家要注意直到今天除了我们现在用煤窑就是用煤气烧、用电烧，这种呢，一般它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古代用柴烧，这个完全是凭着这个烧窑工匠的经验，如果出现了意外，这个烧坏可不是一点点，有可能就把一窑全部烧毁。你要知道，对于一个窑主来讲，一窑烧毁的话，就意味着倾家荡产。所以我们从文字上看，这个官家这个御窑厂给的还不错还是蛮合情合理的。但是你没有讲到，他要损失一次的话，他这个赔下去的是多少，难以估计。这个呢，作为常识我们要了解的那么如果烧坏要按价赔偿，有的甚至要出高价到官窑中去购买，其能成器者受阻而失之，不能成器则以必办，不能办则官窑悬高价以示之。那么这个呢，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看到是柔和的一面
现在我们就看到它的残酷的一面了。能成器者，受阻而失之啊！你烧好了，好啊，这个可以大家善长，该付钱给你付钱啊，这个是非常开心，窑主也开心，这个我们做的工匠也开心啊，拿到银子了，这生活有保障了，很好。如果不能做呢，必责啊，这个是罪责的责，责任的责，责以必办，那你就要受到斥责啊，这个责任是必须立即办的啊，不能办，对不起，你到官窑用高价去买，按市场价去买，买了来赔。这种办法虽对民窑有着残酷剥削的一面，同时也有促进生产发展的一面。这个呢，就是我们讲事物呢都是一分为二的，啊，我们呢也是用这个历史的唯物的这个观点啊，来看待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文字上的善意和执行当中的残酷，它是并存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我们尤其在股市上经常有一句话：投资有风险，啊，一定要考虑好了才能投资的，一样的道理。那个也是投资，它是带有风险的。成功了你获利，失败了倾家荡产，就是这么残酷。所以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民窑为了完成官窑搭烧任务，并不是使之失败而造成破产、倒闭，务必极尽全力提高自己的烧制技术以制作水平，使产品在质量上合乎标准，满足官府的要求。那么这样一来，在客观上呢，就促进了窑工在瓷器制作水平上要不断的提高与发展。好了，一个坏事情，对吧？这个残酷，但是呢，它有另一个好的一面，就是促使你啊，你们不要给我马马虎虎啊。我们中国人都喜欢说马马虎虎啊。到了这个时候，马马虎虎那是要人命的，是吧？绝对不可以马马虎虎。所以工匠你在做的时候，你72道工序当中，每一道工序你都不可以含糊，这是严酷的事实，不允许你含糊啊。所以你要提高自己，那你必须要努力。你想挣钱吗？你就要努力。你吃再多的苦啊，就是我们过去老一辈有一句话叫这个啊，要做人上人嘛，你也要吃的苦中苦呀，你得先把苦啊吃尽了，你才能做人上人嘛，对不对？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讲在这个问题上呢，也同时促进了民窑啊对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那么这为后来者铺垫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同样也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个由于宫廷呢，它的需求量太大啊，瓷器生产日益猛增，对手工业工人的残酷剥削呢，也日趋加剧。人们整天的超负荷的这种劳作呀，与卑微所得啊，这个能勉强维持生活呀，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再加上呢，天灾人祸，世事难料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神宗实录当中啊，它有这么一个记载的：万历20年，公元1594年2月辛酉，公布于江西土籍民平，年年灾尽，请停减烧瓷器，地不从。就是说，这个地方政府呢，报道公布，希望呢皇帝啊能不能减少一点，因为这几年江西啊
年年遭灾，老百姓粮都吃不到，能不能这个减烧一点瓷器？你像皇帝管理这一套不行，还得烧。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这种苛捐杂税又不断的增加，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万历25年，巡防方河，以建设场事，行扑正明，击民变，放火烧御场门。这个御场属于宫廷的东西，老百姓能够愤怒到把这个御窑厂的门烧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这得了，这个御窑厂是皇帝的，你都敢烧，你不要命了？这就是把老百姓已经逼得很厉害了，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行为。那么这是一个25年，27年呢，江西矿税使太监叫潘相，他呢是监理景德镇的窑务，那么他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烧造龙光累不完，就是说这个龙光已经很难烧，但是呢，老是烧老不成，所以呢，工民呢就是窑工受鞭锤，或苦积累，这个又吃不好，烧不好又挨鞭打，是吧？人又吃不饱，又受累，又挨鞭打。这个里边就讲到有一个人叫陶人，叫童兵这么一个人，这个到景德镇大家都把他叫窑神的来纪念他。他最后呢，因为实在是受不了这个苦难以后，就是跳到窑火里自尽，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到了万历30年呢，这个就出现了这个饶州横资激变，致毁器厂，就把到了34年以后又激起了民变了，就把御窑厂整个就烧毁。这个御窑厂的烧毁，大家要知道，它整个的这个基业全部已经，这个整个窑厂全部烧掉了，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也说明一个问题那么这就造成了什么呢？工匠无法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逃亡。到了万历34年，刚才是万历30年，到了34年以后才逐渐恢复。大家要注意但是产量悉数大减。这就我们讲了半天，就是把历史的一些变故告诉大家。为什么万历早期有这么一个情况，到万历中晚期以后又出现另外一个状况？这个历史我们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也要了解。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愿意听这些东西，这个跟我鉴定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要注意，在观察嘉靖、万历时期的瓷器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官窑和民窑瓷器早期的烧造它的工艺是比较的精细的。但是你再看，也同样是万历，有些工艺就得很粗糙。官窑是这样，民窑也是如此。那么碰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一定要想到这个是时代变革的结果。那么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我们脑子里很快就要反映出来，这种东西肯定不是早期的，应该是中晚期的作品。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在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我首先要考虑选择早期的作品。所以我们讲玩瓷器，不是一个傻乎乎的在那儿玩要会选择，要懂什么是美，对吧？什么是好，不能因为说这个东西是万历的，那我就要，
这个是加进的，我就收，不是这概念啊。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个是自身的审美水平要提高，第二个要了解它的工艺价值、工艺水准啊。第三一个就是要知道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这个是在鉴定当中，我们自身素质要提高。所以你说我不了解，你怎么提高自己啊？就是个傻乎乎，有这种必要吗？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的这么一个必要性这么一个必要性。这是我们讲的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就是到了万历34年以后，虽然它窑厂被烧了30年烧了，到了34年有4年的时间才恢复起来，但是这个数量已经大减。这个里边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那些有水平的一些技术工人原来专门跟御窑厂烧造的这些工人忍受不了剥削和压迫，跑掉了，不在他那儿做了。所以我们往往看到了，到了万历晚期的一些作品从工艺上、绘画技法上都是很粗糙。为什么？原因就在这儿，这个我们自己要明白。即便是将来你给别人讲的时候，那么你也有理由，或者也可以跟别人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所以这个你不学能行吗？是不行的不行的。那么从明代景德镇御窑厂大事记年表的记录来看，明神宗实录万历35年，就是公元1607年6月乙卯，工部右侍郎刘元正言查江西烧造自万历19年内存运库内存运库指派瓷器159000余件已经运完，所有续派8万余件分8运。就是这个从这个万历19年这个让景德镇烧造的199000余件已经全部运完，但是还有8万余件，那分8批运完。现在除完期运外，只有1万余件所当不多，移行停止，或令有司如数造完。这就是最后在这个景德镇御窑厂大事年表当中的有这么一段最后的记录，是在万历35年6月有这么一段记录，就讲了最后还有1万余件，算了，如数你们再烧吧，烧完以后呢再给我运过来那么按照这种记录呢，以后再也没看到御窑厂还有什么档案记录。那么没有了档案记录，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景德镇御窑厂就不烧呢？其实不然，告诉大家，景德镇万历御窑厂仍然在继续烧造。那么瓷器的产量和质量呢，这倒是的确大不如前。所以我们在见到万历35年以前和35年以后的瓷器这就成了一个分界线因为万历有48年，还有这10几年仍然在烧造。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这个镜头前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我们在实际的市场流通当中
发现有很多属于35年以后烧造的作品。我底下还会讲为什么说它是35年以后的作品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它啊，我们底下再说啊。那么清初啊，满族上层贵族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经过战乱，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与摧残。其社会状况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你想想，当时战争的残酷，把老百姓烧杀抢掠的，有的都跑掉了，这个地方等于没有人了。虽然你说我当县令，但是我这个县令管谁呢？都找不到人了，也找到有就几个人，这也没法管呐。地已荒而无力可耕，就是清初啊，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地有没有？有呢，一个人都看不到。即便是有几个啊农夫在耕地，这么大的地，靠他们这个几个能耕的话，他拼死老命也耕不了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国家就没有收益，没有粮收，那国家怎么生存呢？是不是啊？这就是清初啊，在明清史料户部题本当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啊，有这么一段记载，啊，这是我们要讲的。那么景德镇瓷业由于年年战乱，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啊，致使这个时期官窑瓷器生产一度停烧。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反清复明的这种抵抗运动啊，在中国的民间还是不断的在发起一些，比如说暴动啊，一些斗争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有些时候看到一些小说，也是电视连续剧啊，都曾提到反清复明，啊，所以叫兵险未断，啊，兵险未断。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景德镇这个生产一直属于停滞的，而且官窑呢就是一度停烧了，就基本没法烧不起来，因为工匠也不在，也找不了工匠。那么你烧一窑东西呢是花钱的，对吧？如果没有好的工匠，那么无论是绘画釉的配置，泥谁来拉呀、拉坯呀，谁来这个力坯呀，谁来造型啊？这一连串的问题都需要人去做。所以清代初期啊，瓷器烧造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明代鼎盛时期的水准，这个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没有办法没办法。那么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明代晚期瓷器的烧造技术。这一段历史呢，我们要记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顺治时期的有些东西啊，不管是民窑也好，还是有些带款的官窑器也好，整体来讲，它的工艺是很粗糙的。这个里边尤其是民窑，因为什么呢？官窑它不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工匠都跑了。民窑呢，老百姓他是靠这个世世代代是靠这个生活的。我的祖辈们就是吃这个饭的。战争过去了，我这个窑还要继续烧呀。那么我有这个技术，我有这个能力，还可以烧一点瓷器，虽然不可以跟官窑相比美，但是呢，我烧出来的瓷碗，哪怕一碗只值一个铜板，那么一窑也不是一个碗呀，那至少我还可以谋生啊，还要养家糊口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东西呢，往往是比较粗糙的尤其是顺治早期的作品是比较粗糙比较粗糙的。
那么在定国后，啊，从康熙19年以后呢，哎，这种官搭民烧的办法居然固定成为了制度。我们说官搭民烧是一种剥削制度，是吧？对我们的工匠和这些窑工们是一个残酷的剥削。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明代的官搭民烧和清代的官搭民烧是两个概念。我在这儿呢专门给大家强调一下，明代的官搭民烧，它是搭所有的民窑，就是说所有的民窑它都要放到它那儿去烧，没有什么讲究，只占一条，就是我在你这儿烧，你必须要给我最好的窑位。这个所谓的窑位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景德镇人他把它叫什么呢？叫寸金地。什么叫寸金地啊？就是不管窑啊有多大，但是它窑里边有一个最好的窑位，啊，这个地方呢大概也就是1米见方。这个地方的窑温是最好的，窑温度压力是最佳的，所以呢，每一个窑主啊，他都懂。我往往把烧的最好的东西，我最能挣钱的东西，就放在这个地方烧。那么这样的话呢，尽管我周边的一些比较糙的东西，算了，一个铜板卖一个就算了。但是这个1米见方摞起来的这一批东西，我是指望它发财的呀，指望它挣大钱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每一个窑主的美好的期待，非常关键啊。但是这个明代啊，这个御窑厂他不管这一套，你是窑是吧？你都是窑主，行，那么你把最好的这个地方归我，其他的我不管。所以你给我烧的东西，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就行了。烧好以后拿来，烧坏了你得赔。刚才我前面讲了，文字上看的很文雅，很讲道理，实际上是很残酷的。而且呢，这种掠夺是非常无情的。他占你这个地方，就把你最好的能够发财的这个部分给抢占了，他烧他用，是吧？最后呢，你周边的烧出来好一点的，跟他去来一点适当的换一点小钱，但最好的地方你挣不到钱，所以这种剥削是非常残酷的，那么明代是这么做的，清代呢，居然把这个官搭民烧形成了一个制度，把它作为一个清代的法律把它制定下来，你就按照这个来吧，每一个窑都得给我官窑搭配。但是呢，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大家要知道这个继续沿用了明代官搭民烧的这种模式，但有所不同的是，不是在所有的民窑中搭烧，这就有区别了大家注意，这个呢，民窑这种毫无选择的搭烧和康熙帝规定的这个搭烧是有严格的区分的。也就是说，康熙帝他所规定的这种官搭民烧的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是有所要求的。这个镜头前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就有明显的区别了啊，就有明显的区别了。他所选择的一定是非常严格啊，非常严格。那么据记载，大多在包青户啊，大家注意，包青户这个专业名词。所谓的青，是指瓷器的成色，上品为青，啊，这个古人呢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所谓的包青户，也就是在众多的这么多的窑户里边，有那么几个啊窑户，无论是制作、烧造，它都是最好的。那么这种才入康熙帝的法眼，所以这种呢，所谓的清，就是指的这种人，而不是指的滥烧，所有的人都可以帮着我烧的，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它是有选择的。那么这样好的窑，除了帮助包烧以外，还要包制作。哦，这个蛮厉害的，因为民窑的话是我把东西放进去烧，这个不一样了。我不仅仅是要烧啊，还要叫你帮着做啊，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窑啊，这个清初啊，还有雍正时期啊，有一个窑是专门落本草款的。啊，大清康熙年制，啊，大清雍正年制的啊，这个呢，我们在之前曾经讲到过这个窑啊，在这儿呢，我们就先不说它了啊，就是告诉大家，它还要制作，为了使瓷器成清品，完成官方的限额任务，民窑势必要全力以赴去进行生产，啊，精心制作，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这个提高产品质量和清代又有所不同了，这个制作要求相当的高，啊，相当的高，是使景德镇民窑中确实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并专以烧制某个品种而见长的官古户，又多了一个名词。刚才我们讲包青户的。现在又多出来一个叫官古户。据兰谱景德镇陶录载，为官古户监造者尤家。啊，大家要注意啊，这个里边，这个景德镇民窑当中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并专以烧造某个品种而见长的官古户。那么所谓的官古户烧出来的东西啊，几乎呢就和官窑器啊如出一辙，啊，如出一辙。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还有这个时期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什么呢？叫官民进士，就是从康熙时期开始的。这个官民进士呢，就形成了康熙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康熙时期的这些工匠啊，都是在不停的创新，不停的在创造，啊，这个我们看到的康熙时期的作品，各式各样，大概有100-200种，啊，品种各不相类。不仅仅是民窑这样，官窑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镜头前的很多朋友看呀，哎呀，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啊主要官窑器啊，也就是这些了。但实际上呢，还有很多我们并没有见到，啊，这个里边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呢，我们这个
比如像故宫啊，或者一些大的博物馆里边啊，是吧？这个有些东西并没有完全陈列出来。你像这故宫瓷器有30多万件呢，他不可能把30多万件一起拿出来，这不可能的，是吧？它是逐年的在换或者是轮流的换。那么这一换，一个轮下来的话，估计我们早已经成灰了，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很漫长的。所以有很多东西呢，也许我们看不到，但是好在是什么呢？尤其是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还有一些这我们在北京的一些朋友，这个北京是一个学中国陶瓷最好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香港。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大家经常要到市场当中来走动走动。这不仅仅是我们有些经营者、收藏者，但是呢，我同时也建议我们文博系统的关于陶瓷研究的学者、专家、爱好者或者初学者，也应该经常到我们市场当中来走动走动。你要看到的东西，可能你馆里不一定有，但是在市场当中有可能有很多。所以我们知识要在不断的充电，不断的去学，这样才会丰富自己的视野和拓宽自己的知识。要不然的话，可能很难。尤其我提醒我们文博系统的同仁们要注意，固守自己的那个金窝，在现代这个大环境当中，可能已经不行了，应该走出来。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这句话永远是真理，你一定要走出来。这样的话，你才能学到知识，你才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要不然的话，我最近也跟一些朋友聊尤其是我们文博系统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他们这个思想我说的可能有点不太好听。他们的屁股已经到了21世纪，但是他们的脑袋还在20世纪呢。这些人大有人在，而且很僵化，很可悲我希望呢，镜头前的当然，也许是有我们文博系统的朋友或者是爱好者。如果你有朋友是文博系统的朋友的话，也可以提醒他们多多关注一下市场在这儿呢，我专门友情的提示，毕竟呢，我们经常在外边走动的人看的东西，要比我们在业内的要看的多得多。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而且呢是非常有成效的经验之谈。这个呢就是我要讲的这个在万历一直到清代早期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这个发展和严格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状况，作为历史来讲呢，我们应该要了解必须要知道必须要知道，这有助于你将来对鉴定的时候，在判断上不至于失误不至于失误，或者说不至于出洋相不至于出洋相。这是我要讲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这本书里边没有的一部分。我再讲一个就是过渡期制瓷材料的转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和一些朋友在聊天儿。我们很多的朋友尤其是想学的一些朋友，那么他们有很多的想法怎么样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些瓷器。就比如刚才我前面讲的，有一位朋友提出来，他说同样是康熙的青花瓷器，那么为什么有的釉色就比较轻？为什么有的釉色就特别的白？
那么青的颜色啊，这个青花上颜色呀，显得有些暗淡，而那种高白釉的那个釉上面颜色呢，却是那样的阳俏。啊，刚才我们在这儿就聊了半天，我也跟他讲了为什么。他们就认为我们对材料的了解知甚少，仅凭表象的东西去研究，他们认为太肤浅了。我觉得这些朋友啊，素质可教啊。为什么？因为他不满足于表象的东西，希望能够深入探讨。因为我们现在这些表象的东西，我们景德镇的这些弟兄们啊，他是有能力做到的。今天你拿出来，明天他就可以给你造出来。我相信啊，这个说法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景德镇这些朋友们，他们的能力是很强的，他的模仿能力也是很强的，他们有这样能力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这些学习和研究的人员的能力呀，却料之千里呀，比人家要差得很远，永远就是跟在时代发展的屁股后边在爬。这个是让人很焦急的一件事情。时不待我，可是我们这些人依然我行我素，自以为是啊，可悲啊，实在可悲。所以我今天呢，依然是在讲这些我们讲自然学科的东西。这个过渡期制瓷材料的转换，也是我们这个书里也没有的，也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么多书里边没有讲到的一部分，也是最缺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讲到这些朋友跟我在探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素质可教，就是因为他们想深入下去，要从材料开始。有些人无所谓，当然对你无所谓，想学的人一定是觉得很重要。那么在唐末五代到宋晚期，景德镇都是用本地所产的瓷土来造器的。这个去过景德镇的人，搞过陶瓷研究的人都懂。元末明初，景德镇制瓷业使用本地瓷土烧造瓷器的质量是越来越差。有鉴于此，景德镇的工匠们不得不引进外地原料。这个呀，去过景德镇的朋友可能就会知道这一点啊，因为再不用外地的原料，景德镇的瓷土已经实在是不行了。那么景德镇的工匠选择哪儿的呢？材料，他们选择了安徽婺源的和祁门这两地的磁石和高岭土，把这些材料和景德镇的高岭土结合起来使用，解决了瓷土的来源和质量问题，将景德镇的制瓷业连绵不断的延续下去。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祁门的磁石是什么样的。这个给大家展示在面前的，这是两块磁石，告诉大家，这是1983年，上个世纪的83年，我在江西景德镇学习的时候，在仿古瓷厂采集的一块磁石的标本，
这个标本，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在意，也没有见过。这就是一个祁门啊山上开采的磁石。大家注意没有？上面有黑色的斑点。我告诉大家，我当时选择这个材料的时候，就有意识地选择了这个上面黑点比较多的这一块磁石。大家请注意啊，这一块地方你们看到的这个上面的黑点，我在把这块磁石拿到手的时候，你知道吗？它是什么颜色？我告诉你，是黄金一样的颜色，是金灿灿的。那么这个上面还有很多，看到没有，泽光亮的这个白点儿，这个地方的白点儿，啊，还有这个上面的白点儿，大家注意没有？这是一件当的两个面啊，这是一块磁石上的两个面。这个白点儿就是三氧化二铝，而这个黑点儿就是氧化铁。这些东西我们很多镜头前的很多朋友啊，可能不会想到，为什么我们景德镇的工匠要淘炼淘洗，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这些杂质呀，要把它去掉，懂吗？那么怎么样知道它是三氧化二铝和氧化铁呢？请大家注意，看见没有？这个地方有一点阴影的红颜色，看见没有？这个地方也有，这个地方也有，这是天然形成的。从83年到现在已经40年了。这个40年来，这个东西一直在我手上，我从来没碰过它，完全是空气的湿度让它自然氧化的。这个看见没有？这个阴阴的红颜色就是铁红，也就是我们瓷器上讲的火石红。只不过瓷器上的火石红是锡金2次氧化以后产生的锡金变成的火石红现象，而我现在这个上面的这个红颜色是空气当中的湿度使它氧化形成的氧化铁的锈色。所以有很多自然界的道理和化学元素的道理啊，我们把它联系起来一讲，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啊。这个颜色实际上就是天然的啊，铁天然产生的颜色。这个里边的啊，这个白颜色闪亮的，40年到现在还是亮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三氧化二铝。所以我们敲这个瓷器的那个声音的时候啊，可以听到它金属的清脆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不仅仅是因为有二氧化硅，但是三氧化二铝在里边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为什么？因为高岭土里边三氧化二铝的含量是比较多的，而我们磁石当中主要是二氧化硅的含量比较高，所以两者一融合，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瓷器的状态啊。所以我把这个磁石呢给大家看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磁石它的原生态啊就是这样啊。中国人他用智慧把一个石头变成了瓷器，一个瓷器能够卖到上亿的价格，你可想而知，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所成就出的这种艺术品，它的艺术价值之高是空前绝后的啊。所以这些问题呢，也是我们在了解陶瓷的时候啊，为了更深入的研究，你应该对它的前世要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啊。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呀，其实说到底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学陶瓷的人，不仅仅要了解它的今生，也必须要了解它的前世，啊，前世今生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又是分开的。所谓的前世，它是属于硅酸盐，属于自然学科。那么瓷器它是自然学科的结晶。当这件东西烧制成功以后，一个是供奉朝廷，没有商业价值，只是一个生活用品，它是为塔尖上的人服务的。而另一部分是面向社会的，而这一部分就成了商品，那么它就产生了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所以镜头前的朋友啊，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已经把我们陶瓷的核心已经告诉大家了。陶瓷深渊两值，它的前世和今生是不同的，待遇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个学的人，你必须要懂。如果你这个基本常识不懂，是非常可笑的。所以许之恒在《吟游斋说辞》当中啊，就说到：学陶瓷的人，身在瓷国而不言瓷，不言瓷学，是吾党之耻辱也。啊，我们既然学陶瓷，那么就应该懂，就应该去学，搞明白瓷学，才是为国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热爱陶瓷，但是同时要了解陶瓷，研究陶瓷，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在弘扬我们中国的陶瓷艺术、陶瓷文化，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学人、研究者所要承担的历史使命。好了，我们今天呢，这个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这个也讲了现在，但是没有讲完，我们继续讲，没有关系啊，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那么我们讲的内容呢也比较多，我想呢一点一点把这些问题也给大家讲清楚，把它理清楚。我这个拾遗补缺，也是希望我们这本书里边没有的这一部分呢，我希望把它补起来，使我们每一个看到的人、学的人呢，知识面能够开阔一些，再丰富一些。那么这就达到了我们的期望，啊，这就希望我们每一个能够参与者能够参与进来，啊，把这个知识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些。那么今天呢，我想我要讲的这个就到这儿。那么下个星期三下午呢，我们再继续。在这儿呢，我首先感谢镜头前的朋友陪伴我这么长时间。那么这个呢，我也是同时感谢我们在座的朋友有些朋友呢在这儿呢，我们表示感谢这个希望我们经常有机会再沟通，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还是这样，我会不厌其烦把我知道的知识告诉大家。那么在这儿呢，我再次感谢大家，那么祝大家呢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家庭和睦，生活幸福。谢谢大家。